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1997年9月7號，呢日係一個星期日。Brown 嚟到咗大學附近嘅住宅區，探望19歲嘅家姐 Brooke。兩姐弟嘅關係非常親密。Brown 經常都會過嚟探望家姐，所以 Brooke 亦都配咗一條屋企鎖匙俾細佬。當晚Brown 用鎖匙打開咗大門，入到間屋之後，佢嗌咗 Brooke 嘅名，但係就冇得到回應。佢聽到浴室入面有水聲，以為 Brooke 可能喺浴室入面。佢嚟到咗浴室， Brooke 並唔喺入面，但係浴缸嘅水喉就一直開住，所以 Brown 就順手將水喉閂咗。當 Brown 嚟到咗間房嘅門口，佢即刻就被眼前嘅景象嚇親。佢見到 Brooke 成身都係血，瞓咗喺張床度，身上並冇任何衣物覆蓋，已經冇咗生命跡象。於是佢馬上報警。警方視察現場環境之後，並冇發現強行進入嘅跡象，講明 Brooke 應該認識兇手。警方喺現場發現咗一支漂白水同埋2支空嘅洗碗液，並喺浴缸入面發現咗毛巾，推斷兇手曾經嘗試清理現場。跟住警方發現廚房嘅星盤裝滿咗番梘水，並喺星盤入面發現咗幾把刀，其中一把刀被證實為兇器。之後法醫證實 Brooke 被兇手拮咗11刀，失血過多致死。佢嘅頸部有勒痕，身上亦都有多處俾人抑制嘅傷痕，生前曾經遭到性侵。Brooke 於1978年出生於印第安納一個叫溫森斯嘅小鎮。雖然佢嚟自一個低收入嘅家庭，但係佢非常獨立，有住自己嘅夢想同抱負，性格外向，亦都因為咁而認識咗好多朋友。Brooke 一直都想要成為一位新聞記者。佢喺高中時期就開始為學校嘅報紙撰稿。1996年8月，Brooke 如願以償成功考入咗溫森斯大學嘅新聞系，並開始為大學嘅報紙先驅報撰稿。Brooke 喺啱啱進入大學嗰陣，佢同幾位朋友一齊住，直到1997年7月，佢先搬到而家呢間屋。等到 Brown 嘅情緒平復之後，警方先開始向 Brown 問話。佢同警方講 Brooke 最近同一位男子行得好埋。警方亦都揾嚟咗嗰名男子問話。佢話佢同 Brooke 喺案發嘅前一晚一齊去咗一個 party， 不過 Brooke 喺中途就離開咗，而佢就繼續留喺 party 現場。但係警方並冇辦法確認佢嘅不在場證據，因為當晚同佢一齊參加 party 嘅朋友全部都飲醉咗。另外，警方亦都詢問咗 Brooke 嘅新聞系導師同埋其他同學，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線索。警方喺佢哋嘅口中得知 Brooke 最近喺度調查緊大學兄弟會嘅醜聞。呢個兄弟會嘅聲譽並唔好，但係就喺校園入面擁有強大嘅勢力。Brooke 喺調查中發現，兄弟會曾經發生過性侵事件，不過呢件事好快就被兄弟會壓咗落嚟，之後就不了了之啦。Brooke 嘅一啲朋友亦都係兄弟會嘅成員，但係佢哋都拒絕談論呢件事。之後 Brooke 成功揾到咗嗰名被性侵嘅受害者。嗰名受害者一開始表示願意接受 Brooke 嘅訪問，但係兄弟會嘅成員
就不斷向佢施壓，導致佢臨陣退縮。當 Brooke 嘅朋友知道佢要寫呢篇故事嗰陣，都好擔心佢嘅狀況，但係 Brooke 就唔願意放棄呢個故事。Brooke 嘅朋友同警方講，兄弟會嘅成員因為呢件事而對 Brooke 感到不滿。案發之前幾個禮拜，佢哋曾經去到 Brooke 同朋友合租嘅屋企騷擾佢，並且留低咗威脅字條。Brooke 亦都係因為呢件事先至會搬到而家呢間屋度住。警方盤問咗一啲兄弟會嘅成員，並將佢哋列為嫌疑人，包括 Brooke 嘅2位朋友。而呢份嫌疑人名單每日都喺度增長。除此之外，警方亦都將 Brooke 嘅包租公列為嫌疑人，因為佢亦都擁有 Brooke 嘅屋企鎖匙。Brooke 嘅包租公係一位校園警察。Brooke 曾經同朋友提過，佢嘅包租公經常不請自來，擅自進入佢間屋，令佢感到好不安。有一次 Brooke 啱啱沖完涼，一踏出浴室就見到包租公已經喺間屋入面啦。於是警方向 Brooke 嘅包租公問話，佢表示案發當晚佢喺度當緊更，而且佢並唔係毫無理由咁擅自進入，佢進入間屋只係為咗要滅蟲。由於法醫喺 Brooke 嘅身上提取到精液樣本，所以警方要求包租公當晚同 Brooke 一齊去 party 嘅男子，以及65位兄弟會成員提供 DNA 樣本。可惜佢哋嘅 DNA 都同兇手唔吻合。由於警方一直冇揾到新嘅線索，於是呢單案就成為咗懸案。1999年7月5號，警方接獲投報，一名溫森斯大學嘅21歲女學生 Erica 失咗蹤。於是警方就去到 Erica 嘅公寓調查。一打開道門，現場一片狼藉，牆上都係血跡，啲台俾人推翻咗，燈具亦都被破壞咗，現場仲有一條染血嘅短褲，但係就冇發現 Erica 嘅身影。視察環境之後，並冇發現任何強行進入嘅跡象。跟住，警方行入浴室，浴缸嘅水喉一直開住，浴缸入面放住一支漂白水，仲浸住幾個梳化箍筍。呢一幕即刻令警方聯想到2年前 Brooke 嘅案件。Erica 好大機會已經遇害啦，而且兇手仲係同一個人。警方馬上調查 Erica 失蹤之前嘅行蹤，發現佢喺7月3號晚同朋友一齊去咗酒吧。有目擊者稱 Erica 當晚同一個叫 Brian 嘅男人一齊。今次亦都係 Erica 最後一次出現喺大家面前。22歲嘅 Brian 曾經喺溫森斯大學求學，除咗交通違例之外，並冇任何犯罪記錄。最巧合嘅係 Brian 亦都認識 Brooke。警方當年曾經要求 Brooke 身邊嘅男性朋友提供 DNA 樣本，但係 Brian 嘅名就冇出現喺警方嘅記錄入面。深入調查之後，先發現原來 Brian 喺 Brooke 遇害之後冇耐就離開咗當地，直到今年先至返嚟。Brian 當年嘅可疑行為直接加深咗佢嘅嫌疑。警方邀請 Brian 嚟到警局問話，佢嘅態度合作，佢承認咗佢當晚同 Erica 去咗酒吧，跟住佢哋就返到 Erica 嘅公寓一齊睇電影。之後 Erica 瞓着咗，
所以佢就離開咗公寓。Brian 同意俾警方搜查佢間屋同埋汽車，亦都願意提供 DNA 樣本。警方喺 Brian 間屋度揾到咗當晚佢同 Erica 去酒吧嗰陣所着嘅衣物，並喺對鞋度發現咗疑似血跡嘅污跡。另外，警方亦都喺 Brian 架車度發現咗血跡。喺等待化驗結果嘅同時，一名農夫喺 Lawrence County 嘅麥田度發現咗一具遺體。經過牙科記錄比對之後，證實咗死者就係失蹤多日嘅 Erica。與此同時， Brian 對鞋同埋車入面嘅血跡亦都被證實係屬於 Erica 嘅，而 Brian 嘅 DNA 亦都同當年喺 Brooke 體內提取到嘅 DNA 吻合。於是 Brian 立即被逮捕。Brian 喺被逮捕之後表現得非常唔合作，並拒絕回答任何問題。雖然證據確鑿，但係佢只係承認咗謀殺 Erica 嘅控罪，佢堅決否認謀殺 Brooke 嘅控罪。呢個時候，警方發現 Brian 喺案發之前1個禮拜曾經租過一部名為 Curdle 嘅電影錄影帶。電影入面出現咗似曾相識嘅一幕，受害者身中多刀死亡，而兇手就喺星盤度清洗兇器。警方推斷 Brian 喺2年前出現喺 Brooke 嘅屋企附近，等 Brooke 喺 party 現場返到屋企之後，佢撳咗門鐘，並被邀請進入屋內。之後佢想同 Brooke 發生性關係，但係被拒絕。佢一怒之下就強姦咗 Brooke， 並狠心咁將佢吉死。喺離開之前，佢按照電影入面嘅情節嚟清理現場。為咗逃避死刑， Brian 同控方達成咗認罪協議。佢依然只係承認謀殺 Erica 嘅控罪，但係就否認咗謀殺 Brooke 嘅控罪。2000年 Brian 被控2項謀殺及1項強姦罪，罪名成立，判處終身監禁，不得假釋。